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今天咱们看一下海信遥控器的电路构成以及它的维修方法。它采用的主控芯片是 TM47C422F， 是一个44角的芯片。我们看它的39角是供电，34角和16角是接地。很显然，它的供电呢是直接给芯片供电的。它采用的供电方式呢是2节7号电池，所以呢我们的电池一定不要接反，因为它没有防反接电路，万一电池接反了，这个芯片就容易烧掉。它的33角是通过 100K 电阻在电源上取得电压。很显然，这个33角是一个 ADC 引角，时刻检测电池的电压。它的32角是复位引角，外接的 R9 和 C6 是复位元件。当上电的时候，通过 R9 给 C6 充电，瞬间这个 C6 充电的电流是很大的，所以这个位置保持一定时长的低电位。随着时间的延长， C6 充满以后，这个位置为高电位，32角复位完成。如果出现开机不启动的现象，我们要检查 R9 和 C6 是否正常。如果 C6 漏电呢，有可能使32角的电压为低电位，包括这个按键如果出现接触不良的时候，也会使这个位置为低电位，从而使遥控器不能够开机。如果这个位置为高电位的时候，我们按一下这个手动开关，有的时候如果是复位电路问题，也是能够开机的。开机后，如果32角始终为低电位，或者达不到 VDD 电压，我们就要检查 R9 是否开路， C6 是否漏电或短路。如果测量供电及复位电路没有问题，我们就要检查这个4兆的主晶阵是否正常。我们也可以用示波器来测量，如果没有示波器呢，我们最好把这个晶阵更换一下，因为这个晶阵呢是怕摔的，也是易损的元件。当然 C8、C9 也要检查一下。这个位置还有一个晶阵 Z1， 它主要是为了给我们芯片内部的时钟提供时钟信号的。如果这个晶阵损坏，我们的时间不准，或者是时间就不走了。21角到30角是外部矩阵的引角，当有单条线路开路的时候，就会出现横排或竖排不受控制的情况。另外，单个按键如果像我们这个胶条出现问题呢，就会使单个按键接触不良甚至呢不能够输入。18角就是红外管发射信号驱动引角，通过18角输出的信号加到 V1 的基极，因为 V1 是 PNP 型的，当低电位时 V1 发射极向极电极导通，当为高电位时 V1 是截止的，这样呢就把信号加到了 V2 的基极，使 V2 工作在开关状态，从而使红外线发光管工作在闪烁的状态，把这个信号呢发射出去，送到我们的空调，对空调进行控制，从而实现了遥控功能。17角这个引角接了一个电阻 R8， 在这里呢它应该是一个开漏输出，输出一个低电位，这样呢就使 R8 成为一个分压电阻，而我们这个热敏电阻呢在这里起到一个限流的作用。我们知道这个热敏电阻大多数是 NTC 的，会随着外部温度的变化阻值变化，这样呢就会在这个 R8 上，也就是15角上得到一个随着温度变化的电压值，也就是我们的温度值，然后通过15角内部 ADC 电路检测这个电压，从而把它变成数字信号，在显示屏上显示出来，也就是显示我们当时室内的温度。端子 G1 到 G8 应该是根据不同型号的空调来进行设置的。我们只要保证24到27电阻没有损坏，我们可以用万用表量电阻的这端，如果都是 VDD 电压，应该就没有问题。另外呢，这端要保证接地正常。平常呢，我们这个端子是不需要改动的。另外呢，一般外部有不同型号的空调设置的说明书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芯片的1角到10角、35角到44角、39角除外，是我们的显示屏驱动引角。这里的1角到10角、
40角到44角是断选输出，35角到38角是未选输出。当显示屏缺笔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看是否有引角接触不良，或者是屏条接触不良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